OK， 那我们就等着去吃饭哦。嗨，我是伊娃，大家好久不见。那上一次拍片的时候是我怀孕那时候去大阪，就买了很多母婴回来。那这一次的拍片呢，是因为我们终于等到宝宝长大一点，我们要来一个亲子旅游了。我们选的地点是福冈，因为跟冲绳比起来，这个评估了之后，就觉得我们可以挑战福冈看看。出发前，其实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准备，像我本身就还要带这个热水瓶，然后这个是新的，它有电池，就可以这个无限加热。另外呢，可能就还要再带个几本书，还有安抚娃娃，到时候在飞机上就可以给他玩。然后像剪刀这些，就是基本的全部都有带。尿布也是带了平常用跟睡觉的，所以这样全部弄下来之后，我就觉得哇，带小孩出门要准备的东西真的是蛮多的。我们现在就要准备收一收，现在就是要带着我的小宝贝一起去流浪。那我们的第一站就是从福冈开始。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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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我们现在就是走到了这边，有一区是游乐设施，可以给小朋友玩的。后面此起彼落不同的哭声。现在呢是回到台湾的第4天，我这几天都超级早就睡着了。因为实在是太累了，就是整趟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。我原本是想说，他就坐在婴儿车上，然后我还可以在婴儿车上绑一台 GoPro 拍他的视角，然后我可能在拿着相机，但是事实没有这么的简单，因为我儿子他是比较属于天使宝宝，所以那时候出发前我想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呢，我们从机场开始呢，他就一直想要抱抱，然后到了最后一天还是要抱抱，整趟旅程就是用背带一直扛着他。那我们第一天住的是日式温泉旅馆，那晚上一样就是提供怀石料理，那这个怀石料理就是非常丰盛，有他们的特别的军鸡、丰后牛等等等等等等的。那这一家很特别，就是它的餐厅旁边有一个小区是亲子友善区，就是给小朋友玩玩具的，还有一个小球池。第二天呢，我们是做这个温泉饭店，原本我要订的是另外一间，它是里面有超级多游乐设施，但是因为它那周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都没有开。那这一间呢，然后我是看旅行团还蛮多人会去的，而且它的这个温泉看起来也不错。那我们晚餐呢就是它的 buffet。那它这一家最特别的就是它有各式各样的酒类，有美酒、红酒、清酒、啤酒，可以畅饮这个90分钟，就可以在里面喝。我姐整个就是喝开了，所以如果你是这个酒类爱好者的话，蛮推荐可以去这一家的。我觉得住温泉饭店蛮不错的，就可以让小朋友在里面榻榻米爬来爬去。那我们最后一天呢，就是住在天神。那我们住的地理位置非常的好，就都在百货公司旁边。那它就是含早餐，那早餐就是非常的精致，先点一个主食，然后剩的就是自助。接着呢，我们就去采草莓。那采草莓我是预约在太宰附近，大概20分钟的车程，我是先在网络上预约好的。那它就是40分钟，想要吃多少就吃多少。那它总共开放4个棚让大家采草莓，但其实里面重复的品种非常的高，而且没有干网。我那时候就想说，官网不是有写，但是后来问之后，他说现在没有干网，就比较可惜。然后小朋友非常的赏脸，就是草莓吃得很开心。然后到这个面包超人博物馆，里面非常多小朋友哦，就是很适合让小朋友放电。11点就是有这个面包超人的表演，这个面包超人一出来哦，我姐的儿子吓烂，就开始哭，然后我儿子是一脸问号。面包超人里面就是非常多的商店，各式各样的。那我就买了一个这个可以随身带着走的，还就是有各种的小肌肉可以训练，还有一台小车。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这个刺绣的吊饰，那它就是可以先选上面的这个图案，然后再选下面这个
那它其实这个图样可以放2个，然后上面就可以刺你想要的字。然后呢，我买到了一个这个比较特别的这个，好，这个是航空安全玉手，之前在其他地方都没有看过，之后出门就可以带着。下午我们就是到了车站这边，就是开始我们的购物行程。那我就是在那边买了非常多小朋友的衣服，而且都很便宜。像我就是买了好几件这个 T 恤这种的，这个一件大概都是200-300台币。我去的这一家呢 ，Breeze， 它就是目前是只有日本才有。那另外一家这个 Pettyman 在南港拉拉铺有，这一套的话是600块台币。之后呢，我就是去尤多巴西就发现了这个 North Face 的外套，就有点日式风格的，这一件就比较贵一点，要这个1400。另外呢，我还帮他购入了这个 Ships 的这个背心，它这个是2用的，所以价位也比较高一点，也差不多是1400台币。那另外呢，我就是直接在乐天上买的这个是我心心念念的这个轨道车，这个是我自己想要玩的，就是它新出的电梯模组。那在行程安排上，就真的跟大家分享，一个点是应该是最 OK 的，2个点紧绷，最好是1到1.5，可能吃饭也算一个点，可以比较轻松一点。5-6点就先回去饭店休息一下。然后租车，如果是冬天来的话，记得一定要租雪胎。像我们这一次非常的幸运，我们是夹在2个寒流中间。我们出发前1个礼拜日本寒流，所以游步院这些都下雪。我那时候就赶快跟租车公司说可不可以加雪胎，他就说雪胎已经没了。然后还有提醒说，如果我们那时候就是要去下雪的地方的话，他可能会拒绝我们的租车。我们那几天就是刚好是回温的时候，就是非常的幸运。以后冬天直接雪胎加上去。然后我们租的那一台是在国内线，所以在国际线的时候，那个资讯中心的人说需要搭乘这个接驳车到国内线才能租车。然后我就问他说，可是我看有人说可以打电话，他说那个是国际线店才有。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以前可能回到饭店8、9点、10点就可以洗澡睡觉，就现在没有，要先回去帮小朋友洗澡，然后等全部东西都弄完的时候，好像可以休息了，然后就会发现，自己还没洗澡，所以整趟就觉得哇，很忙碌，很忙碌。但是对妈妈来说可能有点累，因为妈妈还要支援，有点辛苦。但我觉得是值得。像我跟艾喜在看面包超人表演的时候，那时候内心就是有一个感动，我不知道在感动什么。他在那边有很多的他的第一次。然后我们带他去接田神社的时候，或者带他去抽签，第一张就直接抽一个大吉哦，还有第一次洗手啊，各种体验蛮有趣的。但是我下次希望他可以自己走路，但是人家说自己走路又是另外一种挑战哦。我现在心里的计划就是1年1次就好了。我希望大家有喜欢这次的影片，那今天就这样了。